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金蛇裙惊艳全场，一秒诠释什么叫优雅高级感。赵丽颖的金蛇单肩裙造型颠覆传统礼服印象，巧妙的设计既野性又奢华，搭配利落短发更显力量感。她的每次突破都带来生活灵感，鼓励我们大胆尝试新风格，遇见意想不到的自己。最近刷到赵丽颖的新宣传片，忍不住多看了几遍。她这次的造型真的太有看头，一身金色单肩裙，直接美出新高度。说实话，以前总觉得明星穿礼服都差不多，无非就是亮闪闪，拖的长裙那一挂。但赵丽颖这套完全不同，她选的这个金蛇单肩裙，看着就特别有故事感。先说说这个金蛇设计吧。不是那种夸张的大花大草，而是用珠串绕成一条细细的蛇，从肩膀一路缠到脖子上。这种设计挺巧妙，不会显得浮夸，但又很吸睛。远远一看，有点野性美，又带点奢华气息，很适合拍摄主题里的那种琥珀光影感觉。再来就是她身上的那个垂坠感长裙，下摆贴合身形，但又不会紧绷，看起来特别顺滑。加上裸色系轻纱在灯光下波光粼粼，就像水面一样柔和，还自带一种温润的高级氛围。有时候我们普通人穿衣服也可以学这种思路，不用全靠 bling bling 抢眼，小心机反而更耐看。最让我佩服的是她搭配了一头利落短发，这样整个脸部轮廓都被衬托出来了。本来大家对女明星都有滤镜，但淡妆加短发之后，她眼神一下子清澈很多，人也显得更有力量感。这种反差挺抓人的，明明穿着超华丽的大礼服，却一点没让人觉得距离遥远，反而透出一种知性、温柔，还带点小酷劲儿。宣传片里还有个画面印象很深，就是琥珀色调打在水波纹理上，那感觉就像阳光照进湖里，很治愈，也很安静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氛围，让整个造型更添了一份温暖和质感。总之就是越看越舒服。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赵丽颖，不只是因为演技好或者长得漂亮，更重要的是她一直在尝试新的风格，从古装甜妹到现代知性女神，每次出现都有新鲜感。而且每回换造型都能给人一些生活灵感，比如怎么用配饰提升气场，怎么利用妆容突出五官优势，这些小技巧我们日常其实也能借鉴不少。所以啊，看完这个宣传片，我突然觉得女生们偶尔大胆一点去尝试不同风格，其实没什么不好。有时候换个发型或者选件特别的小饰品，说不定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新魅力。别怕别人怎么看，多给自己一点空间折腾，说不定哪天你也会遇见那个意想不到的自己呢。当赵丽颖身着那条金蛇裙现身时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牢牢吸引。那是一种无法忽视的美，是一种令人屏息的高级感。整条裙子像是为她量身定制，不仅剪裁贴合身形，更将她的优雅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金色与她肌肤的冷白形成鲜明对比，仿佛整个人在光影中流转，闪耀却不刺眼，明艳却不张扬。赵丽颖一直以来都不是靠浮夸赢得关注的艺人，她的美是沉静内敛的，是细水长流中逐渐令人着迷的那种气质。而这次的金蛇裙造型，正是将她多年沉淀下来的优雅、自信、从容完全释放出来。裙身如蛇般蜿蜒的金线设计，不仅修饰了身形，也呼应了女性如蛇般灵动、柔韧却充满力量的内涵。这不仅是一件时装的表达，更像是赵丽颖这一路走来的隐喻。回顾赵丽颖的演艺之路，她从不靠所谓的红毯风波制造话题，也不靠刻意博眼球的穿搭吸粉。她始终用作品说话，用演技征服观众，用低调务实赢得尊重。这种靠实力生长出来的高级感，才是最值得被赞赏和学习的。当今娱乐圈中，很多人为了抢夺关注度，往往选择夸张甚至出格的穿搭路线，
以求在茫茫明星海中脱颖而出。然而赵丽颖却始终走在另一条路上，她用细节讲故事，用质感塑造风格。这条金蛇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没有多余的繁复设计，却胜在每一处线条都恰到好处。整体造型中性偏冷，却又因她本人的柔和气质而达到奇妙的平衡。她仿佛不动声色地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优雅不需要大张旗鼓，它来自骨子里的自信和自我认同。金色本就不是一个容易驾驭的颜色，太亮容易浮夸，太雅容易暗淡，但赵丽颖却将它穿活了。她的五官清丽，神态淡然，与金色碰撞时不显压迫，反而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感。这种张弛有度的美，正是她这几年在审美与自我风格上不断进阶的体现。她不再拘泥于少女感，也不刻意追求成熟女性的性感，而是找到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中间值，刚刚好，刚刚好的令人惊艳。更重要的是，赵丽颖这次的亮相不仅在视觉层面赢得满堂彩，也在心理层面给予无数粉丝鼓舞和力量。她用行动告诉我们，不论年龄几何，不论身处何地，只要持续成长，持续自信，就能够在某一刻散发出让世界都为你停留的光芒。她如今的每一次出场，都是一次美学的宣言，也是一次对自己过往努力的肯定。粉丝之所以为她狂喜，不只是因为她穿得好看，而是因为她所展现的状态让人看到了更好的生活可能性。她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女神，而是一个从普通出发，一路走来，用脚踏实地和不断精进打磨出来的榜样。这种由内而外的魅力，远比一时的流量和热搜更具穿透力。时尚不是为了模仿，而是为了表达自我。而赵丽颖就是最好的范例，她不赶潮流，也不落俗套。她懂得用时尚表达状态，用服装传递态度。这条金蛇裙不只是惊艳，它更像是她这段时间人生态度的具象化。那是一种沉稳中带光的状态，是平静下的锋芒。对于大众而言，赵丽颖的高级感其实并不是遥不可及。她之所以能够呈现出这种效果，是因为她始终坚持这三个方向：自律、沉淀、清醒。这些品质并不专属于明星，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培养。她的穿搭之所以打动人，是因为她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，而是在每一套造型中，你都能感受到她个人价值观的体现，不急不躁，独立思考，不盲从潮流，而是坚定走自己的路。在时尚领域，我们常说穿搭的尽头是气质，而气质的养成，恰恰需要时间、精力和自我觉醒。赵丽颖之所以越穿越好看，是因为她的气质在变，变得更坚定、更从容、更有力量。而她的每一次公开亮相，都在向我们传递这种力量。如今的她，不再是那个曾被质疑没有背景不够时尚感的女孩，而是真正活成了时尚与优雅的象征。她不再需要用语言去证明什么，仅凭一条裙装、一种神情、一种步伐，就足以让人记住她。那就是属于她的女王时刻。写到这里，不禁想对所有正在努力追寻美好的你们说一句：赵丽颖的成功不是偶然，她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，也不是一夜成名的幸运儿。她的每一次惊艳，背后都是数年如一日的坚持，是不断摸索与试错后的成果。而她如今所展现出的那份优雅高级感，也绝不是空中楼阁，而是她用真实的生活一步步打磨出的结果。愿你我都能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金蛇裙时刻。不需要惊天动地，但足够真实，足够从容，足够优雅。正如赵丽颖教会我们的那样，低调却能惊艳四座，沉静却能光芒万丈。28岁的王一博彻底觉醒，他正在走一条无人能复制的路。人生是旷野，而王一博正以永不停歇的脚步证明，真正的顶流从不在舒适区停留。从85亿票房演员到香奈儿首位获生日的广的亚洲艺人，
他用热爱无界的生命力切割世俗定义，在演员、时尚 icon、探险家的身份中自由切换。王一博28岁生日，以一场全球粉丝与品牌的绿色狂欢拉开序幕。从重庆摩天轮到腾格里沙漠，从顶奢香奈儿的广道极限挑战纪录片，他用行动诠释热爱无界的生命力。作为演员，他以无名热烈叩开主流奖项大门，85亿票房背后是演神系层次分明的演技突破。作为时尚宠儿，他打破竞品规则，成为香奈儿首位获生日的广的亚洲艺人。5大女刊满贯印证商业价值与艺术审美的双重认可。而攀岩、赛车、纪录片中的真实挑战，则让他摆脱流量标签，以更锋利的刀刃姿态切割世俗定义。粉丝的绿色浪潮与他的万物皆库哲学形成奇妙共振，种树治沙是行动派的浪漫，极限运动是自由者的宣言。28岁的王一博早已跳出偶像框架，在演员、时尚 icon、探险家的多种身份中自由切换。正如他所言，人生是旷野，而他正以永不停歇的脚步证明，真正的顶流从不在舒适区停留，只向更辽阔的天地奔赴。28岁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是刚刚褪去青涩，开始在社会中站稳脚跟的年纪；而对于公众人物而言，尤其是在聚光灯下成长起来的艺人，这一年既是总结过去的关键节点，更是决定未来走向的转折点。王一博这个名字如今早已不是某个剧集里的男主角，也不仅是摩托车比赛中的领奖者，更不仅是某档选秀节目里的舞台王者。他是破戒者，是开拓者，是一位真正用行动在叙述人生故事的年轻人。从年少成名的偶像到如今横跨影视、音乐、时尚、体育、公益等多维度的多栖艺人，王一博在28岁这一年彻底觉醒。他不再被单一标签定义，也不再被某种期待框定。他开始选择属于自己，也只有他自己能走的路。回望他的成长轨迹，每一步都写满了自我坚持4个字。他从未是最话多的艺人，但他的沉默从来不等于空白。在采访中他寡言，却用作品发声；在争议中他不争，却用行动回应。他用一种极致的冷静来对抗浮躁的舆论浪潮，用时间换来了被时间验证的尊重。28岁这一年，他主演的电影、电视剧接连登上大银幕与央视黄金档，不仅以实力获得票房与收视认可，也让更多观众意识到，这个少年早已不是初出茅庐的偶像，而是能扛起作品、驾驭角色的真正演员。他对角色的理解与塑造，从无名里压抑而凌厉的特工，到长空之王中高燃热血的飞行员，再到电视剧追风者中的隐忍成长，他不断挑战更高的难度，不走重复路线，不依赖所谓人设，不惧转型代价。他在不断清零自己，也在不断超越自己。而除了影视作品，他在时尚领域的突破同样令人惊艳。从走上巴黎时装周的 Chanel 代言人，到多套街头风、民族风、高奢风无缝切换的造型，他用极高的时尚表达力诠释了东方青年的多元美学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从来不是为了追求曝光而造型，而是用每一次亮相表达态度，传递审美，代表青年力量。运动是他精神世界最真实的外化。作为职业赛车手，他参加摩托赛事，在风驰电掣中寻找极限自我。那种想做就做到最好的坚定信念，不只在赛道上，也在他所涉猎的每一领域显现。这种破戒生长的能力，让人看到了当代年轻人的可能性，不必拘泥依图，不必按部就班，只要心中有热爱、有胆识、有坚持，就能冲出传统格局，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。其实，王一博的觉醒并非一朝一夕，他的沉淀，他的发酵，是日复一日的耐心，是一年一年的准备。他并不是突然成功的人，而是安静努力的典范。他的成功无法复制，是因为这条路他一砖一瓦的自己铺出来。他不迎合，不妥协，
不打安全牌，也不卖弄自我。他相信的是用实力说话，走的是沉稳生长的路。很多人好奇，为什么他可以拥有如此稳定而忠诚的粉丝群体？或许答案就是，他从来不是依赖流量的明星，而是靠作品、靠人格魅力、靠持续精进的自己赢得尊重。在他28岁的这一年，王一博用作品、态度和格局彻底证明了自己。他的觉醒不是喧哗，是一种静默而坚定的进化。他没有炫耀，而是悄悄地、坚定地把原本不可能变成了可能，把质疑声变成了掌声。这种力量是一种沉默的爆发，而这恰恰是当下娱乐圈最稀缺的气质。他给行业带来的不只是作品，更是榜样。他让我们看到，青年艺人不一定非要用流量去定义价值，可以用沉稳去赢得掌声；不一定非要跟风蹭热度，可以选择坚持自己；不一定非要走捷径，可以踏踏实实用作品一点点铺出未来。在内娱这个瞬息万变的舞台上，王一博28岁的步伐沉稳、坚定、独特，也越发清晰地描绘出一条不可复制的未来之路。他走的并不喧哗，但每一步都踏实有力。而对于所有喜爱他的人来说，这样的他值得更广阔的舞台，也值得更多人的看见与欣赏。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，勇敢选择不一样的道路，哪怕孤独，哪怕艰难，也不忘初心，也不随波逐流。愿我们也能在自己的28岁，或者任何一个转折点上，有王一博一样的决心、清醒与热爱，向野而行，破界生长。因为你相信，所以你做到。这就是王一博的觉醒之路，也是无数年轻人的启示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